非有消息，近期有民间统计数据显示，目前中国内地与日本之间的航线数量超过了每周1340架次。这样一来，日本已经超过韩国，成为了与中国空中联系最紧密的国家。咱们之前介绍过，疫情前韩国是与中国内地联系最密切的国家，每周航班量约1200架次。那个时候在首都机场拍飞机，一会儿就有一架大韩或者是韩亚抵达。当时不仅北上广深和西安延吉张家界，就连乌鲁木齐、贵阳、石家庄和扬州等地也都有飞往韩国的航班。当时有飞友开玩笑说，韩国的航司撑起了很多国际机场的门面。疫情后，中韩航线恢复比较给力，特别是济州岛因为免签并且机票便宜，人流如潮。但总体来说，韩国航线的恢复不如日本。非常准统计说，韩国航线至今只恢复了 91%， 而日本由于放宽签证政策、日元贬值以及旅游内容更丰富等原因，恢复程度已高达 115%。 中国航司在中日航线中起到了带头作用，特别是东方航空、春秋航空和吉祥航空这3家以上海为基地的公司，他们距离日本近，在签证政策上也享有优惠。东航现在的日本航点多达15个，就连岩手、冈山和小松等地都有航线，被笑称为日本春春通。春秋航空则在密度上下功夫，前不久我们说过，它在上海浦东与大阪关西之间每天有7对航班，但现在的消息是它又增加了1条，达到了每天8对。大阪是中国游客赴日的首选，因为关西地区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，有京都、奈良和姬路等城市，有环球影城和海游馆，还可以平价品尝入口即化的神户牛排。有鉴于此，东航仍然在加码大阪。最新的新闻说，从2月13日起，东航开通了南昌到大阪的航线。大量中国游客赴日旅游，有助于两国人民加深了解。日本的环境卫生搞得好，垃圾分类很有成就。日本的公共场合非常安静，有助于提升个人素养。这些如能学习借鉴，也确实有些益处。但是这种情况能够持续多久呢？中日的航班量是否仍然有上升的空间？目前看来其实并不乐观。主要是日元贬值已基本见底，近期有反弹的迹象。在中国航司的大举进攻之下，全日空和日本航空无力招架，已经准备减少航班等等。还有评论认为，中日间的航班量大增与补贴有关，一旦补贴减少，航班就会减少。补贴如果能够吸引日本游客也前来中国观光是有益的，如果只促进国人去日本吃牛排，则意义不大。所以综合各种因素判断，中日之间的航班量应该不会一直高速增长。但即使如此，每周1300多班仍然是非常可观的，这个成绩非常不容易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